我每次咽下发馊的窝头，都要就着水管里的铁锈水，再狠狠扇自己2巴掌才能咽下去。原来这是我们在黑矿井里连干20个小时的唯一口粮。打自己是为了不让眼睛困得闭上，可今天的我两眼发黑，连爬向泔水桶的力气都没了。因为重生成的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好在工友老鬼偷偷塞过来一个皱巴巴的纸团。兄弟，里面是半块止痛药，咽下去。我干裂的嘴唇碰到了那半块带着汗酸味的药片，没有水，我硬生生将它干咽进喉咙，划破食道的刺痛感让我混沌的大脑有了一丝清明。没死，我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被卖进黑矿井的第3天。砰！铁栅栏被一脚踹开，4眼的手电筒光束直直打在我的脸上。装什么死？给老子滚起来！顾少泽穿着一尘不染的高定皮鞋，踩进了满是煤渣和排泄物的矿洞。他身后跟着捂着鼻子的苏瑶，我的未婚妻，不，现在应该叫他顾少泽的好姘头。少泽，你轻点儿。苏瑶皱着眉，语气里却没有半分心疼。他从小娇生惯养，哪受得了你这么踢？顾少泽冷笑一声，皮鞋直接碾上我的手指。娇生惯养，他现在就是一条狗。我花钱买他进来，是让他挖煤的，不是让他躺着享福的。十指连心，钻心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，我死死咬住牙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，不能反抗。现在的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反抗只有死路一条。林月，你别这么倔了。苏瑶蹲下身，隔着1米远的距离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高高在上的怜悯。少泽脾气直，你顺着他点不行吗？非要惹他生气，你图什么？我抬起头，死死盯着这张我爱了5年的脸。我惹他生气？苏瑶，是你把我骗到这里来的。苏瑶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和少泽是过命的兄弟，他公司资金链断了，我拿你的钱帮帮他，怎么了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这么小肚鸡肠，还故意跑到这种地方来装可怜，想逼我低头？林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气急反笑，拿我的全部家产去填顾少泽的窟窿，然后把我迷晕，卖给黑矿井，在他嘴里成了我小肚鸡肠，成了我故意装可怜，签了他。顾少泽将一份文件甩在我的脸上，纸张锋利的边缘划破了我的眼角，血珠滚落，我看清了上面的字：自愿眼角膜及肾脏捐赠同意书。顾少泽，你疯了！我声音嘶哑。少泽没疯。苏瑶抢先开口，语气理所当然。少泽的妹妹需要换肾，眼睛也出了问题。你反正都在这里了，不如做点贡献，就当是你为之前误会我和少泽的关系做出的赔偿。我看着苏瑶，看着这个口口声声说只把顾少泽当兄弟的女人。我的肾，赔偿你们的兄妹情深。苏瑶，你有没有心？啪！顾少泽一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。你怎么跟瑶瑶说话的？老子告诉你，今天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黑龙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壮汉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一把沾着血的铁锤。顾少，您吩咐。把他旁边那个老东西的腿给我打断。顾少泽指着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老鬼，我看他骨头有多硬。老鬼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惊恐。黑龙举起了铁锤。住手！我嘶吼出声，黑龙的铁锤停在半空。顾少泽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现在告诉我你的决定，签还是不签？我死死盯着那份同意书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鲜血滴落在黑色的煤渣上。我拿起了笔，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刻，顾少泽的皮鞋再次踩住了我的手背。认真点签，如果这份协议有任何瑕疵，我会让你付出比现在多出10倍的代价。我咬破了嘴唇，用扭曲的手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苏瑶满意的将文件收进包里。林媛，你早点这样不就好了，非要惹少泽发火。你放心，等你手术做完了，我会让少泽给你换个轻松点的工作，毕竟我们相识一场。他转身往外走，顾少泽搂住他的肩膀。洋洋，不必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，走，我们去挑选你喜欢的那个礼物。好呀，谢谢兄弟。铁门再次关上，光线彻底消失。黑暗中，老鬼爬到我身边，浑身发抖。林兄弟，你糊涂啊！你签了那个，你连命都没了。我躺在冰冷的地上，看着头顶漆黑的岩壁，胸腔里翻滚着前世被活体取肾的绝望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块尖锐的石头，门外突然传来黑龙的咒骂声，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警报。警报声尖锐地撕裂了矿井的死寂。瓦斯漏了，都给我起来干活，堵住通风口！
黑龙的皮鞭狠狠抽在铁栅栏上，火花四溅，我被老鬼硬生生拽了起来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半块止痛药的药效正在迅速褪去。快走！黑龙杀人不眨眼的！老鬼推着我往矿道深处走，那里是瓦斯泄漏最严重的地方。顾少泽和苏瑶并没有走远，他们站在安全的监控室外，隔着防爆玻璃看着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少泽，里面不会爆炸吧？苏瑶捂着耳朵，眉头微蹙。爆就爆了，死几个贱命而已，只要别耽误我妹妹的手术就行。哼！我透过玻璃死死盯着他们。苏瑶察觉到了我的视线，她不仅没有愧疚，反而拿起旁边的对讲机。林渊，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是你自己非要跟我赌气，跑到这种地方来的。现在遇到危险了，知道害怕了。你要是肯跪下给少泽认个错，保证以后不再干涉我们兄弟之间的事，我就让少泽放你出来。对讲机里的声音在矿道里回荡，刺耳至极。我握紧了手里的铁锹。苏瑶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超出了底线。玻璃后的苏瑶脸色一变。林渊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好心给你机会，你还骂我！少泽，别管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吧！瑶瑶，对付顽固不化的人，必须采取最直接的手段，马上执行下一步计划。他按下对讲机的另一个按钮。林渊那个废物不是骨头硬吗？让他去最深处的6号矿坑堵漏，堵不上，今天谁也别想吃饭。6号矿坑，那是整个矿井最危险的地域，随时可能塌方。老鬼脸色惨白，死死拉住我的胳膊。不能去，去了就是送死啊！黑龙的皮鞭已经劈头盖脸的抽了下来。少废话，赶紧滚过去！皮鞭抽在我的背上，皮开肉绽。我护着老鬼，一步步被逼向6号矿坑。瓦斯的味道越来越浓，刺鼻的臭鸡蛋味让人窒息。李兄弟，我这把老骨头交代在这里就算了，你还年轻。老鬼剧烈的咳嗽着，嘴角溢出黑色的血丝。我咬着牙，用铁锹拼命铲着煤渣。是老鬼，撑着，我们会活下去的。我的声音沙哑的不像人类。监控室里，苏瑶端起一杯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少泽，你说他能撑多久？撑到明天抽血就行。顾少泽搂住苏瑶的腰，手不安分的游走。瑶瑶，等换了肾，我们就去马尔代夫。讨厌，你别闹。林渊还在看呢。苏瑶娇嗔着推开他，眼神却挑衅的扫向监控屏幕。我看着屏幕里那一对狗男女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前世，我到底瞎了什么眼，会把所有的温柔和财产都给这个女人？呼一声闷响，6号矿坑顶部的岩层突然开裂，大块的碎石砸了下来，塌方了。矿工们惊恐的尖叫着四处逃窜。我一把拉住老鬼，向后扑倒，一块巨石擦着我的肩膀砸在地上，震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移位，灰尘弥漫。我听到了黑龙的声音：把6号矿坑的铁门锁死，别让瓦斯漏到主矿道来。黑龙，里面还有人！老鬼绝望的喊道。顾少说了，死几个贱命无所谓。沉重的铁门轰然关上，落锁的声音像是一道催命符。我被彻底封死在了随时会爆炸的6号矿坑。黑暗中，我摸到了老鬼冰冷的手，他的腿被石头压住了。林兄弟，我不行了。我拼命推着那块巨石，推不动，完全推不动。对讲机里突然传出滋滋的电流声，苏瑶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林渊，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承认你错了，承认你一直在无理取闹，承认你配不上我，承认少泽比你强，我就让黑龙开门。苏瑶的声音在封闭的矿坑里回荡，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。我双手死死扣住压在老鬼腿上的巨石，指甲断裂，食指鲜血淋漓。苏瑶，我喘着粗气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你做梦！苏瑶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：不知好歹，不听，把对讲机掐了，让他死在里面算了。别急啊，瑶瑶，他死了，我妹妹的事儿怎么办？黑龙把排气扇关了，让他多吸点瓦斯，脑子清醒清醒。排气扇的轰鸣声戛然而止，矿坑里的空气瞬间变得粘稠而致密。老鬼的呼吸越来越微弱。林兄弟，别管我了，你找出风口。我没有松手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块石头挪动了寸许。老鬼发出一声惨叫，他的小腿骨已经彻底粉碎。我把他拖出来，靠在相对安全的岩壁上。老鬼，你听着。我撕下衣服下来，死死绑住他的伤口止血。我不会让你死。
前世，老鬼为了掩护我逃跑，被黑龙活活打死。这一世，我欠他一条命。我站起身，在黑暗中摸索，瓦斯浓度越来越高，我的视线开始模糊，肺部像火烧一样疼，必须找到出路。前世的记忆在脑海中疯狂翻滚。6号矿坑，废弃通风井。对，在矿坑的最深处，有一条50年前留下的废弃通风井，直通后山。前世我是被黑龙拖出去抽血的，没机会找。但我在矿工的闲聊中听到过这个传说。我凭着记忆，在岩壁上一寸寸摸索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我的意识开始涣散。砰！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是对讲机里顾少泽暴怒的吼声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顾少，不好了！3号矿坑塌方，主矿道被堵死了！黑龙的声音带着恐慌：“废物，赶紧给老子挖开！”瑶瑶，我们先撤。少泽，那林渊怎么办？苏瑶的声音有一丝慌乱：“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保命要紧。”脚步声迅速远去，他们逃了，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扔在了这片即将爆炸的地狱。我冷笑一声，这就是苏瑶口中的过命的兄弟。大难临头，各自飞得比谁都快。我继续在岩壁上摸索，突然，我的手指触碰到了一块松动的岩石，有微弱的气流从缝隙里透出来。找到了！我发疯般的用铁锹砸向那块岩石，砰砰砰，火星四溅，在瓦斯弥漫的矿坑里，这无异于自杀，但我没有选择。停下！会爆炸的！不砸也是死。我咬紧牙关，狠狠砸下最后一击，哗啦，岩石碎裂，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出现在眼前，新鲜的空气瞬间涌入，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，大脑终于恢复了一丝清醒。我转身回去背老鬼，就在这时，对讲机里再次传出声音，是苏瑶、林渊，他的声音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带着一种诡异的平静。我刚才按下了矿井的自毁程序，还有3分钟，整个矿井都会被炸平。我浑身一僵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苏瑶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你既然不能为少泽的妹妹做贡献了，留着也是个隐患。林渊，下辈子别再这么自私了。”自毁程序，3分钟。苏瑶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宣判了矿井里几百号人的死刑。就因为我的眼神让他不舒服，就因为我不再是他可以随意榨取的血包。这就是我曾经拼命保护的女人，极致的利己，极致的恶毒，却还要披着一层冠冕堂皇的皮。苏瑶，我对着对讲机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你最好祈祷我出不去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狱。”对讲机里传来苏瑶的一声嗤笑：“死到临头还嘴硬。”让武少泽切断信号吧。我不想听他废话了。电流声彻底消失，倒计时开始。我没有时间愤怒，我一把将老鬼背在背上，抓紧我！我钻进了那个狭窄的通风井，井道呈70度倾斜向上，里面长满了尖锐的钟乳石和锋利的岩铁。我手脚并用，像一只壁虎一样拼命向上爬。每爬一步，手掌和膝盖都被割出深深的血口，鲜血染红了岩壁，但我感觉不到痛。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活下去！我要活下去！亲手撕碎那对狗男女的画皮。放我下来吧！老鬼的血滴在我的脖子上，冰凉刺骨。我太重了。你一个人能逃出去的？闭嘴！我咬着牙，喉咙里尝到了血腥味。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2分钟，他在我耳边喃喃。我加快了速度，肌肉因为过度用力而剧烈痉挛，指甲已经全部翻卷，露出鲜红的嫩肉。1分钟，头顶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，那是出口。我爆发出最后的力气，向着那道光冲去。30秒，地底深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鸣，像是远古巨兽的咆哮。爆炸开始了，强烈的震动顺着岩壁传导上来，震得我耳膜生疼。10秒，我看到了洞口外摇曳的树叶。5，我猛地向上跃起，双手死死扒住洞口的边缘。3，我用尽全力将老鬼先推了出去。2，地底的火光已经顺着通风井喷涌而上，灼热的气浪瞬间烧焦了我的头发。我翻滚出洞口，重重地摔在冰冷的泥土地上。轰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云霄，整个后山都在剧烈摇晃。冲天的火光从通风井里喷射而出，将半个夜空映得通红。我趴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肺部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。活下来了，我从地狱里爬出来了。我转头看向老鬼，他已经昏迷过去，但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。我强撑着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在通风井里意外摸到的东西，那是一个防水的金属 U 盘。前世我被黑龙拖走时，曾听一个老矿工临死前说过，顾少泽为了逃避税务和洗钱，把所有的核心账本和犯罪证据都备份在一个 U 盘里，藏在了废弃通风井的某个石缝中。我紧紧握着那个 U 盘，金属的棱角刺痛了我的掌心。山下，顾少泽的黑色越野车正绝尘而去，车窗里隐约能看到苏瑶靠在顾少泽肩膀上的身影。我站在山顶，冷冷地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夜色中。1个月后，海城最顶级的洲际酒店，顾氏集团并购林氏集团的庆功宴，同时也是顾少泽和苏瑶的订婚宴。苏瑶穿着价值100万的高定婚纱，挽着顾少泽的手臂，笑容甜美地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。顾少和苏小姐真是天作之合啊！听说林渊那个败家自卷钱跑路死在外面了。苏瑶微微低头，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别提他了，他毕竟是我曾经的朋友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也很难过。但我不能因为他就辜负了少泽对我的情谊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
顾少泽得意地亲吻了她的脸颊。瑶瑶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海城最尊贵的女人。就在全场掌声雷动，准备交换订婚戒指的瞬间，砰！宴会厅2扇沉重的紫檀木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，巨大的声响让全场瞬间死寂。数十名黑衣保镖鱼贯而入，迅速控制了所有出口。我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踩着满地的玫瑰花瓣，一步步走进大厅，手里把玩着那个银色的金属 U 盘。我看着台上脸色瞬间惨白的苏瑶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苏瑶，我的葬礼你们办得挺热闹啊！全场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定在我身上。苏瑶手里的香槟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碎成齑粉。林渊，他声音发颤，像见了鬼一样连退2步，高跟鞋崴了一下，狼狈地跌进顾少泽怀里。你不是死在矿井里了？我替他把话说完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让你失望了，地狱嫌我怨气太重，不收。顾少泽最先反应过来，他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被暴力取代。林渊，你这个通缉犯还敢回来？保安死哪去了？把他给我打出去！他习惯性的发号施令，以往只要他一开口，就有无数人冲上来把我踩在脚下，但今天没有一个人动。我带来的黑衣保镖像铁塔一样封死了每一个角落，顾氏的保安早就被按在了门外。顾少泽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里是林氏集团的产业？我走到台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买通高管，伪造我的签名，强行并购林氏，这笔账我们今天慢慢算呀。放屁！顾少泽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林氏早就破产了，是我顾少泽大发慈悲接盘的。你一个卷款潜逃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说话？他猛地冲上来，习惯性的扬起手，想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砰！我身后的保镖队长飞起一脚，正中顾少泽的胸口。他像一个破布口袋一样飞了出去，重重的砸在香槟塔上，玻璃碎裂声刺耳至极。少泽！苏瑶尖叫一声，扑过去扶起满身酒水的顾少泽。他转过头，双眼通红的瞪着我，习惯性的摆出那副道德高地上的姿态。少泽好心帮你收拾烂摊子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敢打人！你这种暴力狂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你赶紧给少泽道歉，否则我马上报警抓你！我看着他义正辞严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笑声在空旷的宴会厅里回荡，带着彻骨的寒意。帮我收拾烂摊子！我将手里的 U 盘高高举起。苏瑶，你真以为你在矿井外按下的自毁程序能掩盖一切吗？苏瑶的瞳孔骤然收缩，脸色瞬间变得毫无血色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他还在强撑，但颤抖的声音已经出卖了他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大家一起听听就懂了。我打了个响指，保镖立刻将 U 盘插入宴会厅的中央控制台。巨大的 LED 屏幕上，原本播放着2人甜蜜婚纱照的画面瞬间切换，一段清晰的录音响彻全场。我刚才按下了矿井的自毁程序，因为你刚才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你既然不能为少泽的妹妹做贡献了，留着。全场哗然，这声音是苏小姐的，杀人灭口，这可是几百条人命啊！太恶毒了吧！苏瑶拼命捂住耳朵，歇斯底里的尖叫：“给我滚掉！这是伪造的，是林渊合成的，他在污蔑我！”他冲向控制台，却被保镖像拎小鸡一样扔了回去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，平视着他那张扭曲的脸。伪造的！我掏出一份厚厚的文件，直接砸在他的脸上。那这份顾少则利用黑矿井洗钱、非法拘禁、草菅人命的账本，也是我伪造的吗？顾少泽妹妹换的那个事儿，是从哪个无辜矿工身上活摘下来的？需要我当众念出名字吗？文件散落一地，白纸黑字，触目惊心。顾少泽趴在碎玻璃堆里，看到那些账本的瞬间，彻底崩溃了。不可能，这些东西明明藏在你怎么可能找得到？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超雄的狂妄瞬间被恐惧取代。他连滚带爬地冲向我，试图抢夺地上的文件。我一脚踩在他的手背上，就如同他当初在矿井里踩我一样。咔嚓，骨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顾少泽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疼吗？我脚下用力碾压着他的断骨。当初你踩断我手指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叫的。林渊，放开他！苏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，试图推开我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别伤害少泽，我们是兄弟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欺负他。我反手一巴掌，狠狠抽在苏瑶的脸上。啪！苏瑶被我打得在原地转了半圈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婚纱撕裂，头发散乱。她捂着高高肿起的脸颊，不敢置信的看着我。你打我，林渊，你居然敢打女人！你以前从来连一句重话都不舍得对我说。以前是我瞎，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苏瑶，收起你那套无用的伪善论调吧。你不过是一个只在乎自己的两面派罢了。用我的钱养你的奸夫，还要立一个清纯重情义的牌坊。现在牌坊塌了，你装给谁看？苏瑶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，她看着周围宾客鄙夷和指指点点的目光，终于慌了。她爬到我脚边，死死抱住我的腿。林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那是被顾少泽骗
新开始，我马上跟他解除婚约。他哭得梨花带水，楚楚可怜。如果换做前世，我或许会心软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反胃。我一脚将他踢开，原谅你。你按爆炸按钮的时候，想过原谅我吗？你看着我被逼着签起官捐赠书的时候，想过原谅我吗？我转头看向门外，警察同志，看够了吗？大门外，几辆警车闪烁着红蓝相间的警灯，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宴会厅。顾少泽、苏瑶，带队的警官出示了逮捕令。你们涉嫌故意杀人、非法拘禁、洗钱等多项重罪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铐在了顾少泽和苏瑶的手腕上，顾少泽彻底瘫软在地，像一滩烂泥。苏瑶还在疯狂挣扎。我没有，我不是主谋，都是顾少泽干的。林渊，你救救我！我是你的未婚妻啊！我走到他面前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苏瑶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会让你在监狱里好好体验一下我当初在矿井里受过的每一份罪。”警察将他们拖了出去，宴会厅里鸦雀无声。我转身整理了一下西装的领带，对着全场瑟瑟发抖的宾客露出了一个完美的微笑。各位，林氏集团从今天起正式回归，现在闲杂人等可以滚了。顾氏集团一夜之间分崩离析，警方根据我提供的 U 盘证据，迅速查封了顾少泽名下的所有资产。那些曾经依附于顾家在林氏落难时踩过一脚的人，现在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排着队在林氏大楼下求见我。我坐在顶层的总裁办公室里，看着落地窗外海城的车水马龙。林总，顾少泽在看守所里闹自杀，要求见您。助理推门进来，恭敬地汇报道：自杀。哼，他那种自私到极点的人，怎么舍得死？告诉看守所，只要留一口气就行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那苏瑶呢？他把所有罪名都推给了顾少泽，说自己是被胁迫的。他的律师正在申请取保候审。我转过转椅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想出来，那就让他出来。助理一愣，林总，放他出来，那我们之前的努力，你以为把他关在里面就是惩罚了？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死亡和坐牢都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失去所有倚仗，像过街老鼠一样，在这座城市里一点点腐烂。去，给他的律师行个方便，顺便把他名下资产全部法拍。我要他出来的时候，身无分文。3天后，海城下了一场暴雨。我坐在迈巴赫的后座上，看着车窗外的雨景。车子停在看守所的大门外，铁门缓缓打开。苏瑶穿着一件单薄的旧外套，浑身湿透的走了出来。她没有了往日的光鲜亮丽，头发贴在头皮上，脸色蜡黄，像个女鬼。她四处张望，似乎在等什么人来接她，但等了很久，只有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拍打在她身上。我降下车窗，苏瑶，她听到我的声音，猛地转过头，看到我坐在温暖豪华的车里，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屈辱，但很快被求生欲掩盖。她冒着大雨冲过来，扒住我的车窗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我好冷。他伸出脏兮兮的手，想要去拉我的车门。我按下车窗锁定键，玻璃缓缓上升，将他的手挡在外面。比嘉，你名下的那套别墅，昨天已经法拍了。我现在已经彻底地一无所有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卖我的房子？凭你欠我的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苏瑶，你以为你把罪名推给顾少泽，你就能全身而退？我告诉你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从今天起，海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录用你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借给你1分钱。我要你亲口尝尝为了半块馊窝头跪在地上磕头的滋味。我升起车窗，对司机冷冷吐出2个字：开车。迈巴赫在雨中疾驰而去，后视镜里，苏瑶绝望地追着车子跑了几步，重重地摔在泥水里。她趴在水坑里嚎啕大哭，这就受不了了。苏瑶，你在矿井里看着我被活埋的时候，可是笑得很开心啊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苏瑶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走投无路。我的封杀令在海城是绝对的。他去餐厅端盘子，第1天就被老板找借口赶走；他去酒吧推销酒水，被曾经奉承他的富二代们泼了一身的泔水；他甚至去黑中介找日结工，却被中介骗光了身上仅剩的100块钱。监控屏幕上，我看着他蜷缩在天桥底下，为了和流浪汉抢半个发霉的面包，被打得鼻青脸肿。那个曾经高高在上、满嘴兄弟情谊的清高绿茶，现在连一条狗都不如。林总，顾少泽判了死缓，他在法庭上吓尿了，一直喊着要见苏瑶杀他。
安排一下，让他们见一面。狗咬狗的戏码，不看多可惜。第二天，探监室，我坐在单向玻璃后，看着这出好戏。苏瑶是被2个狱警架进来的，他瘦得脱了相，眼神木然。顾少泽戴着手铐脚镣，被带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像一头绝望的野兽。他看到苏瑶的瞬间，眼睛瞬间充血。苏瑶，你个贱人！他猛地扑向隔音玻璃，手铐砸的玻璃砰砰作响。你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老子头上，你不得好死！苏瑶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但很快又强撑起那副无辜的嘴脸。少泽，你别这样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还年轻，我不能坐牢啊！你不是说你最爱我，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吗？你就当是为了我，把罪名顶下来吧。顾少泽彻底疯狂了。我为了你，连林渊都敢杀！你现在跟我说这个，你以为你出去了就能好过？林渊会放过你？你这个婊子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！他像疯狗一样辱骂着，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词汇。苏瑶被骂得脸色惨白，他突然站起来，指着顾少泽的鼻子：“顾少泽，你有什么资格骂我？要不是你没用，连个林渊都搞不定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就是个废物，超雄综合征的神经病！我从来没爱过你，我只是利用你而已。现在你死定了，我还活着，这就是我们的区别。”顾少泽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口鲜血喷在玻璃上。苏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探视时间到，狱警强行将顾少泽拖走。苏瑶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按下通话键，声音通过扩音器传进探监室，骂得很精彩。苏瑶浑身一震，猛地抬起头，四处寻找我的身影。林渊，你在哪？你出来！我走出单向玻璃，站在他面前，看你们互相撕咬，比我想象中还要有趣。苏瑶看着我，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，跪在我脚下。林渊，你看，我帮你把顾少泽气吐血了，我已经跟他彻底决裂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，我愿意做你的狗，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。他死死抱住我的腿，眼泪鼻涕蹭在我的西装裤上，我嫌恶的一脚将他踢开。做我的狗，你配吗？我拿出一张纸扔在他的脸上，看看这是什么。苏瑶颤抖着手捡起那张纸，看清上面的字后，他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满是惊恐。自愿眼角膜及肾脏捐赠同意书，那是当初在矿井里他逼我签下的那份文件，只不过上面的名字被我改成了苏瑶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声音发抖，字面意思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顾少泽的妹妹还在医院等着换肾呢，你不是说为他们兄妹做贡献是理所应当的吗？你不是说这是赔偿吗？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。苏瑶像触电一样把那张纸扔掉，拼命往后退。不，我不签，这是非法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非法？我轻笑一声，眼神冷得像看一具尸体。苏瑶，你跟我谈法律？你在矿井里按下自毁程序的时候，怎么不谈法律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像你们那么粗暴。我拍了拍手，2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镇静剂。林总，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。苏瑶彻底崩溃了，她尖叫着，试图往外跑，却被医生死死按在地上。林渊，你这个恶魔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她歇斯底里的咒骂着，像一头发疯的母猪。省点力气吧！我蹲下身，看着她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，你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。冰冷的针管刺入她的静脉。苏瑶的挣扎越来越微弱，眼神逐渐涣散。在她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凑到她耳边，轻声说：“好好享受你的地狱。”半个月后，苏瑶被扔在了海城最偏僻的贫民窟，她失去了一个肾，瞎了一只眼睛，身体虚弱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每天只能靠捡垃圾堆里的残羹冷炙苟活。而我站在林氏集团大厦的顶层，俯瞰着这座城市。林总，苏瑶昨天在天桥底下被几个流浪汉抢了半个馒头，打断了腿。助理站在我身后，平静地汇报着，他现在连爬都爬不动了。我端起咖啡，抿了一口，不用管他，让他活着。我要他每一天都在痛苦和悔恨中度过，直到他自然老死。那顾少泽呢？他在看守所里跟人抢吃的，引发了冲突，被几个重刑犯打成了植物人，现在躺在医院里，靠呼吸机吊着命。我点了点头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，极致的恶，必须用极致的痛来偿还。我转身走向电梯，去医院。医院的高级病房里，阳光明媚，老鬼穿着干净的病号服，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。他的腿虽然保不住了，装了假肢，但精神很好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激动的想要站起来。林兄弟不，林总！我快步走过去，按住他的肩膀。老鬼，叫我林渊就行。我把一份文件放在他的腿上，这是林氏集团5%的股份，还有一套市中心的带院子别墅，以后你就安心养老，没人敢再欺负你。老鬼看着文件，老泪纵横。林兄弟，你这是折杀我啊！我这条老命不值这么多钱，你值。我握住他粗糙的手，在那个地狱里，你是唯一把我当人看的人。我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初秋的风吹进来，带着一丝凉爽。远处的街道上，车水马龙，生机勃勃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终于从那个黑暗的矿井里彻底走了出来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前所未有的温暖。